如果真的想要在这里生活，你未必需要买一个自住房的，投资房或许也是一个出路。大家好，今天 SY 带你看房，今天是一个简单谈话的一个方式，顺便和你们分享一下，在吉隆坡呢，自住和投资房它们的区别到底是在哪里？自己住的房子无疑就是那种大套，一家2、3口、5口一起住，住得非常舒服，很宽敞的这种户型，那种叫自住的房。那所谓的投资房，location 必须是在很核心的位置，比如说 KLCC 双子塔、Pavilion TRX， 这些都算核心的位置。投资在这些地方，人流很高，租客进出转化也很高，租金也可以上涨到比较高，这个就是称作为投资型的房子。那如果你是说你今天来到了吉隆坡这里待过一段时间，你最后非常喜欢这个国家，你也打算做资产配置，你想做一些投资组合，你喜欢生活的是，你要在这里找个房蹲下来嘛？觉得马来西亚目前为止看到的机会很多，我们现在要找到投资的房子，随便投资一个，看看几年后怎么样？如果你是这种想法，我觉得你大可不必，因为你喜欢马来西亚而选择那种住得很舒服的房子，反而你不要放太多的感情在里面，更理性的去看哪一个地点是更适合投资。刚刚有提到那几点，其实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因为市中心里面人流区一定是高的。每个人来到吉隆坡，他们心里一定会有一个自己的算盘，自己的预算。当你有一个预算的时候，打个比方，我当做130万，130万是外国人来这里买个房的一个比较低的门槛来的。如果你已经确定是在130万这个价格，你就看130万在哪里可以买到一个很适合投资确定是有回报，而且这个房子不要给我带来太多的烦恼的那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换句话来讲，如果今天你买一个大概是100万出一点点，稍微离开吉隆坡大概是9个公里以外的还是吉隆坡，但是那里是更倾向于自住的人会住的。那这种房子，我的经验是普遍上他们都不会有精装修的，而是空房子或者简装。当你那个房子是简装或者空的时候，你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这房子拿到的时候，你需要装修一遍。当然不是你自己装修，你可以找外包其他的 interior designer 公司、设计公司来外包是可以的，但那个是你的另外需要付出的时间成本以及金钱啦。那如果你是买一个吉隆坡市中心，我可以给你一个 suggestion， 大部分的投资型房子，尤其是可以做短租或者长期租出去的呢，市中心普遍上是精装修 fully furnished 的。那这样子就大大的可以减少了你投资周期，你可以马上看到回报了。我看到它的发展潜力还是不错的，它可以讲是我看到最不像 KLCC 的 KLCC 项目。它的地点是在双子塔的西边一点点，如果真的是讲路程，大概是一个900米到双子塔。所谓的吉隆坡金三角啦，是双子塔、Pavilion 还有 TRX， 但其实很多人都忽略了，还有一个叫做吉隆坡塔的地方。刚刚提到不像吉隆坡的吉隆坡中心，这个地块呢，它有一个很大面积的保育森林。吉隆坡塔就在这个山的顶端上面，这个山就叫 Bukit Nanas， 在这里你是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如果要在吉隆坡当中感受到大自然的话，我可以讲这一个区块，现在我讲的这个区块，吉隆坡塔这里可以给到你绿意盎然的感觉，没有那么多的钢骨森林，双子塔那么的商业气息那么重。有些租客会偏偏选这样子的地方来住的而这些租客我看到大部分都是老外了。他们会很喜欢这样子的生活的，所以今天跟你讲的这个项目，它是位于在吉隆坡西部，这个项目叫做 Centrix， 它现在算是在一个很初期开卖的这个阶段当中啦。地铁站是我们投资考量会看的东西，这个地铁站它是直接在这个公寓的下面，真的是在地底下，就是那个车站本身，所以这个项目它是冠上了 TOD Transit Oriented Development 的这个标签，就是说这个房子它是直接连接地铁的。
然后除此之外它的后面是吉隆坡市中心，比较有文化气息的那个叫 Heritage 的 Road。那这个 Heritage 的 Road 其实也是非同小可，它是已经建好了超过70年以上的老街，现在已经做了一番的美化，现在变成了很多著名的打卡区。马来西亚曾经是英国殖民地，所有东西都还是很有那种 British style 那一种，那边就久而久之保留了下来，现在变成了很受青睐的一个区域。所以这个项目它已经有刚刚说的这种旅游元素在周边，它有地铁，而且它也是这个 LRT 地铁站，2个站你就可以直接到双子塔了。而且如果你有转站，你甚至可以换另外一个 MRT 的路线，甚至是 Monorail 单轨列车，它也是直接可以到百威年Bukit Bintang。所以我就觉得这些要素就是做投资短租的关键，这些都是顺利可以到达的。另外一点就是，可能有些人会说，那我今天要买一个投资的项目，要想一下我以后怎么离场。其实这一点也是我认为做投资需要考量的，因为当一栋楼如果它的密度太高的话，你到时候要卖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一种竞争。反而，如果整栋楼好像现在这一套它加起来只有800多套左右，那800多套在一个吉隆坡市中心，我认为你要消化它还是比较快的。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原来这一个楼的下面它是已经有商店了的。那么商店它大概是有22000 square feet 平方英尺这么大。我相信里面会开一些超级市场，还是开一些 cafe、restaurant 等等的啦。反正它一定会有。最重要是这个项目它还是可以看得到双子塔的，因为在市中心里面看双子塔还是比较受青睐的。所以如果你能看得到双子塔，没有什么遮挡，我认为它都还是算是二手价值，它还是可以炒得再高一点点。这个项目的后面，原来它就是那个巴生河就独立广场，你们看到5颜6色的那个河，同一条河会贯穿这个公寓的后面，一个小河贯穿在后面。然后它的后面刚刚已经提到有文化街，对不对？它甚至已经做好了一个廊桥，可以让你直接去到后面的那一个小型商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过？它就是一个不太旺的，但是足够你买日常所需，便利商店、超市都有在那里的那个就叫 Quill City Mall。OK， 那里也可以帮你提供到一点方便。有时候我们看投资，地点我们已经确认了，地铁我也知道是有了，景观 OK， 这个景观如果是看这吉隆坡塔的，我已经看过了，真的是相当的震撼。吉隆坡塔下面的那个保育森林，它是不会再拆掉变成别的大楼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保证的景观，这点就比较难得了。这个是在投资的考量里面的。这样反观，如果到了后期想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相信啦，剩下的单位可能都是偏向后面多一点的，因为它后面的景观也是没有什么遮挡的，毕竟它后面的楼都没有那么的高，而且它后面隔着一条河，所以它跟别的楼的动距比较远。买一个投资房，有时候可能你都会想，我想短租都好，可能我还是有一些维护成本，我可能还是需要自己做什么。这个其实是很多投资者都会问我的问题，我这个就通过一个视频来跟大家简单解答一下了。对，没有错。如果你买一个投资房，没错，你是需要在外面找一个 Airbnb 或者短租代管公司来帮你代管的，你是需要这样子做的。每个月你还是需要查账单，房子有什么问题呢？你还是需要花钱来做。这个其实是每一个投资做短租的房东都会一定要知道的事情来的。但这个房子有另外一个附加价值，我觉得我们可以认真想一下。现在如果你看到一栋楼，它是在跟你提倡的是Hotel Service， 不是 Airbnb， 是 Hotel Service。楼下就有一个专柜来服务来这里入住的人。你在这里入住，他可能可以帮你提东西啊，甚至是可以安排车子载送服务啊，这些服务啊都可以让那个楼的整个体验会再更上一个档次。并不是每一个 Airbnb 都能做得到，因为毕竟 Airbnb 是一个公司。他给大家借用这个平台来找租客。现在如果这栋楼完全是由一个管理层所管理的话，甚至有一个很好的分钱方式，我认为这个是很多想要投资的人想真正去了解的事情。
OK， 现在来讲一讲它的格局、平面图、大小、户型有什么，这应该是大家最关心的点了。无论是投资自住都一样。那这里市中心竟然还会有完整的3房2侧有阳台的单位，我们这里分别为1000 square feet， 还有1033平方英尺，或者是1039 square feet， 我们都是有的。这些都属于比较大的单位，看出去的景观是看着完整的绿地、保育森林，还有完整的吉隆坡塔。特定的单位还是可以看得到 KLCC 的方向。普遍上，双钥匙的单位这里还是有的。那如果想要出租、纯投资的人，可能可以看一下。那些可能想要自己住的话呢，我认为这个项目特别的地方是，它很多适合自住的户型，甚至有一些2房或3房，它是有2个到3个阳台的哦，这一点就非常厉害了。当然，那个景象各有不同啦，这个可以来到我们的样板店的时候，再细细的了解一下。我们甚至有些单位是没有阳台的，所以不想要阳台的人，你不需要担心。那这里除了会有这种双钥匙之外，单间它都还是有的。我说的单间就是说，一开门进去有1房1厅1卫那种房都是有的。而且这里有一些很特别的户型，分别为564 square feet 的这一种，都是有的。反正它的 floor plan 我现在是没有办法全部给 show 出来，因为它实在太多户型。那太多户型其实也意味着另外一件事，它每一个单位其实会根据楼层不同而有所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子，每一个要卖的单位其实多少间它是非常有限的。也就是说，同一个户型要卖的其实总共也并不多，因为他们没有太多重叠重复的户型，也形成了它没有那么多的竞争。然后这个项目呢，其实它是有样板间的，但是只会有一个，就是那个双钥匙的800多平方英尺的。那我们现在就马上看一看了。讲到短租投资房，当然少不了双钥匙单位啦，891 square feet， 很大的开间，有2个厕所，然后这里有一个样板间，我们现在马上来看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这种双钥匙单位占了300多套，总共加起来800多套嘛，300多套是这一种了。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开间到底有多大，它是一个 studio。450 square feet 这么大的一个空间，拿来做一个 studio， 然后买一个这样子的单位，你可以有双倍的租金。这个我相信是很多投资者都想要看到做到的事情了。然后你看一下这空间，它有很多的可能性的，从这个床到电视，你看那个距离动距有多大，你摆多一个沙发也不为过。OK， 然后这里还会有一个飘窗的设计，你看这个我也就非常的喜欢，而且是一个落地窗，你看。然后这里有特定的单位，它还是有阳台的，这个可能你要联系我们来筛选一下了。这个只是一个例子。然后这个房子它是精装修零包入住的，也就是说你这里看到的一些硬装啊，它其实是有的，但是设计会有所不同。吊顶灯、aircon 热水器这些通通都会有。这里有一点小小美中不足，我看到它没有了一个浴缸。当然，如果你是作为自己自住用的房子，你未必需要一个浴缸，所以这个也考量了进去。那我们看看我们的另外一边是长什么样子，基本上大小应该是一样的，反正就是2个不一样的装修风格。可以来到我们另外一边的话呢，这里也大小也大概是一个450 square feet。这么大的，那这边的那个交付标准基本上跟隔壁会是一样，而这边你需要看的呢，就是它一定会有一个大床啦，一个 sofa set、pantry， 还会全部都会有一个连接的厕所在旁边。那这个作为一个酒店管理公寓这样子啦，它一定会有的就是一个这样子 open concept 的衣柜，一些收纳空间、冰箱，简单煮饭。偶尔洗一下衣、烘衣是可以的，这个房子都完全包办在里面了。当然也是会有这个电视了，也一样是会有。那这边我要给你知道的就是价格必须得符合你的预算，对不对？那这个房子如果你比起周边来看，因为它不是在市中心特别繁忙的，比如说双子塔隔壁或者是 Pavilion 隔壁或者是 TRX 的边上，它不是这种位置，它是离开吉隆坡双子塔的
距离大概是900米到1公里，价格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也就因为这样，这里的尺价是少过1600多的，而且它的设施也做得很足，有一些绿地啊，有很多孩童玩的设施啊，足够让你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到了楼下，甚至还有东西可以吃，这样子，整个规划看起来就是很不错。所以，如果今天你们非常喜欢吉隆坡，不确定要住哪里，我认为你可以慢慢的去思考，到底要去哪里住。甚至你想帮孩子办学校还是怎么样，你都可以先办。但你要符合2家的话，或许最低门槛的投资房100万出一点点，或许是更符合你的要求的。今天的分享就大致上是这样子了。我是 SY， 记得关注我们，我下一期会时不时的分享一些不同的房产影片的。那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我们就下一期再见，拜拜。